我的竹马许陆舟在国外求学归来，整条街的小伙伴都震惊了。毕竟，虽说都住一条街上，但人家住的可是600平带花园的大别墅。谁小时候没吃过许陆舟兜里的糖呢？而我家住在隔了一条马路的对面，小平房，家里挤挤巴巴的。小时候，我总会趴在窗户上看对面的大房子，偶尔会思考一下，这么有钱，为什么要选这么个地方住呢？后来长大了，一切归宗于有钱人的特殊癖好。想什么呢？修长的指尖狠狠地弹在我的额头上，我吃痛的用手捂住，哭笑不得看着许陆舟。许大少爷，我店都关了来接你，你就这么谢我的？恩将仇报，1步之外的许陆舟，5年不见，那个炸毛臭屁的男生长成了高大俊美的男人。他收回骨脂分明的手，眼神带笑，在人来人往的机场里朝我张开双臂。好久不见，周妖。搞这套，嘴上嫌弃，身体却很诚实的走过去，抱住他的背部拍了拍，想走却被他抱住不放。干嘛？许陆舟，这么想我5年不联系？要不是我大人有大量，鬼才来接你。嘴上说不在乎，可整整5年，别人都能收到许陆舟的消息，反而是高中关系最好的我，只有逢年过节才有例行公事的假日祝福，还特么一看就是复制的，心里能舒服才怪呢。周妖，我很想你，哼，腻歪，整这套就想哥哥能原谅你啊？真是上辈子欠他的。最终我还是抱着他，眼眶有些酸。许陆舟，欢迎回家。高中时期的兄弟，现在有的在外地工作，有的在考公，只有我毕了业回了本市，开了家花店，算是完成了小时候我妈妈的遗愿。许陆舟站在花店门口愣了神，最终他伸手揉了下我的头，声音格外温柔，阿姨会喜欢的。用你说，我妈那么爱美，我最了解她喜欢什么了。个子高的她顶着风铃进来了，不大的店面里，看着居然有些挤。我皱着眉看着手足无措的许陆舟把行李放好，嫌弃的推他出去吃饭。吃完饭再送你回家，走吧。刚子和雷子刚才发消息，都等着了，就差你这个主人公了。久违的兄弟聚会，当年的刚子如今结了婚，雷子儿子也2岁了。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大家都长大了，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路。周末，另外几个终于有空的兄弟约好了组局一起出去玩。许陆舟开着新车带我前往。今天约在哪？我问他们都没跟我说。你知道，许陆舟趁着红绿灯侧头伸手掐了下我的脸，语气臭屁，不是说舍命陪君子吗？怕我给你卖了？我怕个屁！来就来。结果到了大门口，我有些傻眼了。是密室。我周妖长这么大，文能上房揭瓦，武能跟我妈周旋2条街，坦坦荡荡行走世间，只怕2件事，我妈和鬼。有生之年来过一次密室，也是高中的时候和许陆舟来的。当时他选了个绣花鞋，解密的中式恐怖，吓得我3天没敢睡觉。后来借口让许陆舟教我写作业，挤在他家跟他一张床，才敢闭上眼。我能接受的最大刺激，大概就是英叔的僵尸片了。咽了口唾沫，脚步不自觉往后退了一步，身子撞到了身后的人，腰被双手掐住，往前推了一步。许陆舟的声音从后往前，声音悠悠的，像是鬼片里的。哟，周要怕鬼啊？嗨嗨，我怕你大爷！我这是突然想起来，来得匆忙，好像没拔钥匙。4周几个朋友都在笑，我想跑，许陆舟的手箍住我，根本跑不掉。诺，你的钥匙。许陆舟从兜里掏出一串带着蜡笔小新的钥匙，塞进我的兜里，把我最后的退路也给堵死了。进了店内，许陆舟几个人早就选好了类型，是我最怕的恐怖解密。好，所以说故意不告诉我聚在哪里。
就是搞我一个是吧？两人一组，分别寻找线索。开始还算顺利，进的第一个房就是阴森森的，满是大红的，看着喜庆又整人的婚房。害怕不？爸爸的怀抱可以让你抱一下。滚啦！许陆舟站在门口，眼里的笑意都快溢出来了，嘲笑着伸手向我张开。我一巴掌打开他的手，要不是他非要来这，我至于害怕吗？还不是都怪他。我小心的在房里寻找线索，最后在一个梳妆台上的盒子里找到了一把钥匙，跟着许陆舟往外走，找到了钥匙上号码对应的房间，拿钥匙打开，没想到往里一进，里面两个满身鲜血的鬼突然嗷的一声窜了出来。我慌不择路往外跑，边跑边喊，许陆舟伸手拉住我的手，将我拉回了刚才的婚房。两个人往婚床的帷幔后一躲，位置不大，两个人身子紧紧贴在一起。我浑身哆嗦，紧紧抱住许陆舟的腰，脸埋在他的怀里，他的手将我死死的按在怀里。不怕不怕，有我在呢。我说我不来，你非带我来，还不告诉我，怪我怪我，你藏在我怀里，看不到就不害怕了。许陆舟抱着我，声音温和，非常有安全感。可木门上还是传来了吱嘎吱嘎的声音，两个人的脚步走了过来，甚至头顶的灯光还配合着他们的出现，忽明忽灭的。许陆舟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！两个鬼顺着声就找到了我们，还伸手来拽我，我吓得跟往许陆舟怀里缩，恨不得直接把自己和他都护进墙里。许陆舟抱着我的手，不知道在身后窸窸窣窣干什么。我大着胆子想回头看一眼，就感觉腰上的衣服又被拽了一下。呀！不怕不怕，许陆舟的声音有点奇怪，好像带着笑意。可此时的我完全被恐惧冲昏了头脑，哪里还分辨得出来，只知道一门心思往他怀里钻。等我缓过来时，两个鬼不知道走了多久。一场密室下来，我抱着许陆舟的脖子，双腿盘上他的腰3回，冲进他怀里4次，被他公主抱逃跑2回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所有的鬼都喜欢追着我跑。马德，难道我是什么千年难得一遇的吸鬼体质？最后密室的解密最后一步，居然要我戴上红盖头，和一个人坐在婚床上。我乖乖戴着红盖头，许陆舟和我坐在一起，我拽着他的手，根本不敢松开。一屋子的鬼啊，昏暗的灯光下，那些面具要多吓人有多吓人。我俩坐在婚床的红帷幕中，根本不敢动。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，中式婚礼也用西方的礼仪。我捏了捏许陆舟的手，红盖头被他的指尖掀开，他帅气的脸带着微微的红，一手托住我的后颈，直接附在了我的身上，声音贴近，带着暧昧，周腰不轻出不去。你不会生气吧？他低头凑过来，气息打在我脸上。我脸刷的红了，摇了摇头，心里有些奇怪，小声问，他们又不知道我们亲了没？他无声的伸手指了指头上的摄像头，我瞪大了眼睛。现在玩密室通关，还要亲亲才行？是我脱离社会太久了吗？居然没听过这样的规则。那我亲了，行吧，都是男的亲一口，也没啥的。我破罐子破摔的闭着眼睛扬起脸，闭眼的一瞬间，隐约看到了许陆舟，眼底深处带着流光一闪而过，滚烫的唇贴上了我的，狠狠的碾压着，湿滑的柔软趁我不注意溜了进来。我一愣，亲一下过关还需要伸舌头？还没等我细想，许陆舟抱着我翻了下身，将我翻到他的身上，接着机关一响，身下的床板瞬间分开，我和许陆舟掉到了床下。随后许陆舟牵着我的手从细小的通道中逃了出来。解密完成。从密室里出来的时候，我的腿都是软的。许陆舟牵着我的手，硬生生靠臂力撑着我出来。一出门，得到了我一个大大的白眼奖励。
我白眼狼，要不是他忽悠我过来，我至于腿软成这样吗？柜台后面的2个小姐姐看我腿软的样子，捂着嘴笑得很不矜持。走出门口，我都听得清清楚楚。社死！太社死了！再看许陆舟，高高大大的男生，帅气的往我身边一站，让本来就没有形象的我瞬间又矮了一大截，气得我伸手推了他一下。去，离卷远点！许陆舟哈哈一笑，带着忍不住的笑问：生气了吗？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一回头，其他几个朋友过来了。我本来腿软弯腰的模样，一瞬间挺直了腰板。笑话！我在许陆舟面前都丢脸成这样了，怎么可能再一次被别人也看到丢脸的模样？密室之后一起去吃了饭，就各回个家了。我坐着许陆舟的车回了家，走到门口了，还不见他启动车子。我扭头去看他，他坐在车里，眼神看着远方发着呆，半天没动，好像在想什么世纪难题。许陆舟，想屁呢！车里的帅哥收回思考的眼神，看向我的眼神带着调戏，想你呢，烦死了。许陆舟好好一个帅哥，从高中开始不知道跟谁学了这副油腻的样子，动不动想你了，喜欢你，高中时候流行处对象给喜糖，别人都是一男生一女生，他倒好，说我是他对象，连着1个月往学校带糖，最后被老班带到了，还把我连累了，跟他一起写检讨。3万字啊！我写了整整2天，愤愤扭头继续开门，门刚打开，就感觉一只手按在了我的手上，手腕上戴着一块破旧的塑料表，幼稚的配色和许陆舟这种住大别墅、穿名牌的大少爷一点都不般配。你怎么还戴着这块表啊？又不好看！我伸手想要去抢着摘下来，却被许陆舟把手往后一缩，把表塞进了袖口。这可是某些人当年送我的唯一的生日礼物，我自然要好好带着的。我脸色一红，这块表是我高中的时候送他的，当时我爸妈刚离婚，我爸转头就和另一个女人走了，留下我和我妈在老旧的房子里相依为命。最窘迫的生活里，我上了高中，成了街对面有名的许大少的同班同学。他过生日那天，全班同学都准备了礼物，看着他桌上各种各样的礼物盒，我犹豫了很久，用省下来的饭钱在学校对面的超市里买了一个10来块钱的塑料手表，趁着午休的教室里没有人，走到许陆舟桌子前，鬼鬼祟祟的想把拿不出手的礼物藏起来，藏在书里。平展的书里放的塑料手表，简直不要太傻。放书包里的话，会不会看不到啊？放桌洞里，里面塞满了礼物盒子，根本没有位置了。手表连个盒子都没有，会被丢掉吧？我拿着表想了好半天，最终大概是隐藏在一旁的许陆舟看我太过苦恼，直接走过来从我手上拿过手表，给我的。我脸红了，下意识想抢回来，就见许陆舟往后一躲，从手腕上把看起来就不便宜的名牌表摘了下来。颜色幼稚的塑料手表戴在男生结实的手腕上，他的手翻来覆去的在眼前看，眼神里带着满意，好像那块表是什么特别好的礼物一般。我还以为你忘了我生日呢。我扫了眼桌上桌下的礼物盒，撇了撇嘴，你这里的这个样子，想忘也不容易吧？他没理我的打趣，歪着头朝我晃了晃手腕上的塑料表，唇边浮起一抹满意的笑容。谢谢你送的生日礼物，我很喜欢。夏日的放学后，依稀留下的阳光透过玻璃，投在他身后的地上。那一瞬间，我却只敢低着头看地板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脸好烫。太丑了，我再给你买一块。现在哥哥有钱了，给你买块贵的也没问题。我推开门，认真的说。许陆舟推开我，先我一步进了屋。不要，我就喜欢这个设计和配色。我瞄了一眼他手腕上的手表，粉紫配色。我严重怀疑许陆舟的审美，不是眼睛不好使，就是脑子有那个大病。
许陆洲家里的生意很大，一回国就被他爸送进了家里的公司，美其明日历练。除了刚回来的几天，还有时间和我聚聚。转眼间，我已经半个月没见到他了。门上的风铃响了，我抬起微笑，欢迎顾客上门。欢迎光临！一个个子高大的男生，一身球衣，抱着球走了进来。你好，我想选一束花。我仰头看他，他个子和许陆洲差不多，可能是第一次来买花，手足有些无措。给女朋友吗？男生看起来很高大，但却出乎意料的羞涩，脸瞬间红了。不是的，给我妈妈，她今天生日。不好意思，那你自己选还是我帮你挑？没关系，你帮我选好了，我不太懂这些。那你稍等下，紫色的康乃馨配上粉白的纸张，点缀上几颗珍珠。不过10来分钟，一个花束就在我手中包扎好了。真漂亮，我妈妈就喜欢紫色。我微微愣了下，然后朝她笑了一下。好巧，我妈妈也很喜欢紫色，可是我好像不能再给她包扎花束了。男生愣了一下，随后掏出手机付款。付款之后，脸色有些红。老板，我可以跟你加个微信吗？过段时间我姐姐也要过生日了，有需要我再跟你微信订。听到有生意，我立刻露出大大的笑容，逃出了手机二维码。好的，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微信和我说。好，下次再来啊！我热情的带着笑替男生开了门，刚看着他走远，一回头就见到许陆洲眼神不悦的看着体育生客人的背影。你忙完了吗？怎么有时间来我这？我走过去，就见他眼底的乌黑，懒散的往我身上一靠，面对面的将头抵在我的肩膀上。周耀，你个没良心的，我不找你，你就真的不理我吗？距离离得太近，让我有些想起上次在密室的吻，脸有些红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我总会想到那个吻，还有他不老实的舌尖。明明是为了过关和游戏，我作为兄弟，却老是想到许陆洲，这太不应该了。许陆洲要是知道，估计会跟我断交。我用身子拖着许陆洲往店里走，店里是有个不大的小沙发，可以让他躺着歇一下。还没走到门口，就听许陆洲的兜里手机铃声响了。你又要走了？不能多歇一会。许陆洲抬起头，近距离看他的黑眼圈，更觉得严重了。周幺，我好累，可以充个电吗？充电？我还没想明白充电是什么，就被许陆洲搂住腰，往他的方向一捞，身子贴在一起。他的脸缓缓朝我压下来，唇被他狠狠的含住，我不自觉瞪大了眼睛。搞什么啊？我们不是兄弟吗？哼，闭眼，笨蛋，我闭你大爷啊！轻扣在脑后的手，温柔且强势的掠夺，根本就不给我任何反抗的机会。手机的铃声在他的兜里一刻不停的响起，直到最后，我感觉我的嘴唇都麻了，许陆洲这个牲口才肯松开我。等我给你打电话，看着许陆洲走出去好远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摸了摸红肿的唇。许陆洲这个畜生，畜生起来连他们兄弟都不放过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许陆洲的畜生行为影响到我的判断，总感觉上次加了个体育生顾客张巡有点奇奇怪怪的，不是每天和我早安晚安的，就是拐着弯询问我的爱好，甚至他在城南上大学，居然顺路能到城北来。要买花，他羞涩的点头。这次是送谁的？说出来都没人相信。短短半个月里，张巡家里先后全家老小都在过生日，先是他妈妈，后来是他姐姐，然后是表弟、表姑、表妹。给我表姑的。你表姑上周五过的生日。他脸色先是一红，随后眼神躲闪，感觉一瞬间脑子里过了80个想法。我另一个表姑。那你表姑还挺多的。没有再说什么，我快速按照他的要求包了一束花递给他，在他扫码付款时按住了他的手，叹了口气，
我不喜欢男生。这次的花算是我送你的，以后你要是买花可以来。别的我没办法答应你。他的脸一白，抱着花的手有点抖，没拿稳花就掉到了地上，脆弱的花瓣瞬间摔了一地。周耀，你真的不喜欢男生？对，我喜欢女孩。你撒谎！第一次我离开后想回来找你的时候，分明看到你和一个男人在接吻，我一愣，万万没想到许陆舟畜生的行为会被张巡看到。这个事情说来话长，不过我们确实不是你想象中的关系，我们是好兄弟。哼，这边张巡这个事情还没处理完，门口的风铃又响了。许陆舟不知在门口站了多久，走进来时脸色不太好看，抱着手臂抬头看我，眼神危险。可以亲嘴儿的好兄弟。张巡回头，许陆舟半点不让，而我在柜台后面瞪大了眼睛。这种修罗场一般都出现在言情小说里吧？我当了20几年地球0 L 的 NPC， 你别今天才告诉我，我他妈居然是男主角吧？张巡看着许陆舟的眼神都快要吃人了。亲了一下又不代表什么，还不就是兄弟而已。兄弟2个字被咬牙切齿的读出了重音。许陆舟从门口走到我身边，手臂一伸，我就被勾到了他的身边，箍在了腰间。我们当了10来年的兄弟，现在可以亲嘴儿，说不定今天晚上就可以睡在一，毕竟我们以前也不是没睡过。他一身正装，看着张巡的眼神带着寒意，指尖不老实的摩掌着我的腰侧。我侧头去看他，他眸光微动，下颚绷紧，和我说话的语气里带着几分咬牙切齿。你说是吧？腰你妹！我不出声，他就摸我的腰，我腰那里有痒痒肉，他一摸就像有蚂蚁在爬。这狗东西认识时间这么久，就是为了拿捏我是吧？哼，对，我皮笑肉不笑的点了点头，按住了腰间他不老实的手。好走不送。张巡看到我们俩这样，深深看了我一眼，最终没有再多停留，走了。掉在地上的花被踢了一脚，本来就有些狼狈，现在更是惨不忍睹。推开许陆舟，捡起了花，都是用心包的，这么好看的花束，不到半个小时就成这样了，多少还是有些心疼。怎么赶走体育生小狼狗，舍不得了？要是舍不得，现在出门去追还来得及的。许陆舟站在柜台旁，语气酸的要死。是啊，舍不得，不过我怕我现在出去追了，有人怕不是要气死了，把花放到了柜台上，准备把上面还剩下的花瓣摘下，做成干花，这样不会太浪费。哼，鬼才会气死。话说的硬气，见我把花放在柜台上时，脸色却难着的很，趁我没反应过来，拿起就直接丢进了垃圾桶里。都烂成这样了，不丢留着当传家宝吗？我要留着做干花的。好气又好笑的看他。张巡出去时碰到的风铃停了，屋子里静悄悄的，脑子里不自觉的回忆起来许陆舟那天唇上的温度。屋子里面的温度不断在升高，口有些渴，我不自觉的舔了下唇角。周妖，你的脸好红。我抬起头想回骂他一句红你妹，却看到他的脸上也红的不行，一瞬间脑子里出现了大胆的想法。许陆舟，喜欢我你就直说嘛，干嘛弄这套吃醋精的样子？许陆舟这个大少爷好面子狠，我都这么说了，他必然不会承认喜欢我。那我嘿嘿不就不用苦恼到底怎么拒绝好兄弟了。谁成想出国几年的许陆舟已经不是嘴硬大少爷的套路了。对，我喜欢你，我看他跟你告白吃醋了，现在心里面酸得很，我直接傻了。打直球可还行？周妖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直接把我喜欢你这件事当面捅出来，让我因为面子否认对你的感情，这样你就可以继续装傻。别的事都可以，唯独喜欢你这件事不可以。他面色严肃，带着乌青的眼底写满了认真。为什么？
当兄弟不好吗？不好。当年出国前我就问过你，周妖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一辈子吗？我当时让你选，可你选可以当兄弟一辈子。我让你想4年，我不打扰你，不干扰你的判断。我甚至做好了回国后你结婚了的打算。那你呢？你不喜欢我的话，为什么没和女孩交往？为什么不结婚？你那么渴望家庭温暖，为什么还是孤身一人？一连串的问题冲进了我的脑子里。许陆舟简简单单的几句话，完全冲破了我伪装的假象。是的，我喜欢许陆舟，从很久很久前就喜欢上了许陆舟。或许是某一次从窗子看到了院子里的他，又或许是某一次他从我窗外路过。高中时，许陆舟对我的喜欢就毫不掩饰，热烈赤诚。可我不敢，我不确定我这样的人，这样的家庭，真的会有人不顾一切的爱我吗？所以我装傻，假装自己是个瞎子，看不见许陆舟眼里的爱意，假装自己是个聋子，听不到他话里的包厢着我们两个的美好未来。周妖，你爱我。许陆舟走到我面前，手按在了我的心脏上。我听到他在告诉我了，你爱我，你很难过。指尖被他握住，贴在了他狂跳不止的胸口处。你听到了吗？我的心脏也在告诉你，我爱你。整个人被他抱入怀中，他的手在我身后抱得很近。许陆舟，我很害怕。不怕，我会一直牵着你的。别丢下我。我永远都不会丢下你一个人。许陆舟依旧很忙，时间在他这里仿佛被分成了8半。两个人自从确定了关系后，聚少离多，还没有正式约会过。和他确定了1个多星期后的生日，他绝对有时间后，我开始研究怎么在过生日时给他个惊喜。开车在路上研究餐厅时，突然接到了雷子的电话。妖啊，上次在密室玩，我手表掉了，就前2天的事，你去帮我找一下呗。我这2天陪你嫂子回老家了。好醋一想到密室，就想到了可怕的鬼怪和许陆舟的吻。心情颇好的进了门，老板一听说收拾室内的时候没有捡到，不确定是不是还在里面，或者是被客人捡走了。最后把我领到了监控室内，让我自己看着找下。负责给我找监控的女生是上次在柜台里的其中一个。见到我，她自信满满的说，我记得你，上次和一个帅哥来的。我对你印象可深了，头一次见到那么害怕的人。我站在一旁尴尬的笑了下。咱就是说，这个印象其实不深也没关系的。喏，这个你自己看吧，我先出去一下。好的，谢谢。我自己坐在电脑前面看监控，结果一打开，居然是我和许陆舟半个月前的监控。我愣了一下，才想清楚，和老板说了是前2天丢的手表，但和刚才的女生没说清楚，她可能以为是我丢的。正好无聊，女生回来估计还要一会，就打开监控看了起来。这一看不要紧，看了之后我人都傻了。我说为什么全部的鬼都要来追我？特么的，许陆舟这牲口居然抱着我，趁我害怕不敢回头，偷偷从兜里掏钱给 NPC。 2个 NPC 拿到钱后，整个鬼都是懵的。许陆舟还伸手悄悄指了指我。 NPC 一会试探着伸手拽了拽我衣服，戳了戳我，吓得我嗷嗷叫。许陆舟还满意的笑了笑，好好好。然后2个 NPC 走的时候，很自然的路过别的 NPC， 告诉了这件大好事。之后的剧情就熟悉了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每个 NPC 都跑过来找我。许大少伯不吝啬，于是追我的鬼就更多了。我这暴脾气，许陆舟，你给爷等着。想到当时柜台后的2个女孩子，笑的不是我胆小，而是许陆舟对我的求偶行为。我真的本来缓解好了的情绪，更加想揍人了。替雷子找到手表后，我开车返回了花店。许陆舟乖乖坐在门口，风衣加西装，高挺的身材，往我花店门口的小破椅子上一坐，跟他们时尚大片一样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拿钥匙开了门。
许陆舟乖巧的跟着进来，见我面色不好，还顺手锁了门。哟，许大少日理万机的，怎么有空来找我呀？许陆舟愣了一下，见我情绪不好，试探性的问：你刚才去哪了？我把雷子的手表往柜台的抽屉里一放。密室店面查监控。你都看到了？点了点头，就见许陆舟的面色瞬间爆红。谁让你从我回来就天天好兄弟那一套？我没办法，才找个机会靠近你，和你拉近距离。我凶巴巴走过去，恶狠狠地拽住他的领带，像是牵小狗一样，将他牵到沙发前，一把推上去，将他推坐在沙发上。吓我有意思？他乖乖摇头，没意思。但是你扑进我怀里，为了通关，任我索取的时候，很有意思。他伸手抱我的腰，我一个不慎就骑坐在他的腿上。许陆舟，我有些慌了，拽着的领带松开了，伸手想掰开他的手，却被他拉得更紧。瑶瑶，我忍了好多年了，你忍心让我再继续当和尚吗？忍心。瑶瑶也忍了很久，我不忍心。撕扯、接吻、玻璃、占有。许陆舟，别，你下午还要上班呢。放心，我今天跟我爸请假了，只要你挺得住。明天不去也没关系的，谁他妈要跟你到明天啊？许陆舟，这个畜生！每天都还算忙碌的花店，门口的风铃今天一整天都没响过。花店后面的小卧室里，我浑身无力的埋在被子里，耳边是许陆舟子絮叨叨的祈求声。我直接无视，把脑袋也藏进被子里。再来一次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狗男人的话，谁信谁纯属脑子不好。到底是什么时候喜欢许陆舟的呢？这个问题的答案要追溯到很久以前。因为我爸出轨，我和我妈被抛下，在这片街区里都被人瞧不起，所以我从小就又凶又狠，不凶护不住我妈，不狠吓不住那些心思不干净的人。我妈总是边给我擦药，边唉声叹气的说：怪你妈我当初瞎了眼，不然找个好男人，咱们夭夭可不也成了大少爷。她说的大少爷就是许陆舟。我妈当时折腾了一个早餐摊子，每天一大早推着车子到街角那里摆摊。高中以前我都是跟着我妈一起摆摊的，然后7点多再匆匆跑到学校。许陆舟穿着一身私立初中的西装校服，坐着家里司机开的轿车，每天都会停在路边买一套我妈做的鸡蛋灌饼。我还记得第一次来，司机小声告诫许陆舟，路边摊都不干净，你吃坏了肚子的话，我不好和夫人交代。我妈听到了，双手局促的缩回来，在身上的围裙上擦了又擦，眼神无措。许陆舟说，别人都能吃，我为什么不行？我妈把做好的鸡蛋灌饼递给我，推了推我的肩膀。我拿着走到车边递给许陆舟，四目相对，他的手细长白皙，而我的手在夏日里晒得黝黑。谢谢。冰凉的指尖被鸡蛋灌饼染上温度，钱币放在手心里。他长得可真好看。这是我和许陆舟第一次接触时脑子里的全部想法。后来每天早上，许陆舟都会来我妈妈的摊位买一套鸡蛋灌饼。再后来，我就考上重点高中，和许陆舟正式成了同学。高3的时候，我妈查出了癌症，可她为了不影响我高考的状态，选择了隐瞒，也没有治疗。她说，我有些后悔的，后悔嫁给了你爸，后悔听了你姥爷的话，到了年纪找个男人嫁了，后悔这辈子都没开个花店，后悔这辈子都没为自己活过。可是夭夭啊，妈妈这辈子唯一一件没有后悔的事，就是生了你这个儿子。他去世后给我写了一句话，别委屈自己，过你想过的生活，妈妈永远支持你。我妈走了，面对许陆舟的感情，我胆怯了。被爸爸从小抛弃，家里只隔了一条街，却相差这么多的家境，甚至现在连妈妈都失去的我，真的配拥有幸福吗？所以当许陆舟问我，夭夭，跟我一起去国外吧，我们一辈子都在一起，我摇头了。
如果不能坚定的选择，不如不要互相影响。我知道许陆舟后来不想走了，可没有办法，他被他爸强制扭送出国。他走那天，我偷偷躲在机场去送他，可我没让他看到我。许陆舟站在机场等了很久，都没有看到我。后来的每年，我卑劣的假装自己是个好友、好兄弟，借着节假日用满腔的原意写下普通的节日祝福。许陆舟，春节快乐！希望你在国外一切都好。中秋节快乐！许陆舟，要注意身体哦。我期盼许陆舟的回信，又怕他回的信超过了友情，让我不敢招架。于是，在他客套的祝福下，我既难过又松了口气。怎么哭了？我弄疼你了？许陆舟皱着眉，要来看我的腰，被我抱着脖子抱住了。许陆舟，对不起，因为我的胆小，一直没有回应你的感情。他轻笑一声，温柔的抱住我。周腰是胆小鬼没关系，你走一步就好，剩下的99步我都可以自己走。许陆舟，你在国外的时候，每次都复制粘贴给我节日祝福，我看了真的超难过的。我委屈的控诉，越想越生气，啪地给他胸口一巴掌。有什么办法？老婆不肯承认喜欢我，我只好守着节日，带着满腔的爱意，一字一句照着别人的祝福打。他抱住我的腰，将脸埋在胸口。瑶瑶，其实阿姨林去世之前找过我。我妈找你做什么？阿姨说我们瑶脾气暴，看起来性格不怎么好。可其实啊，她胆子小得很。有时候如果等不到回答，不如就稍微给她点空间。说不准她就自己想清楚了，轻轻咬了我一口，我疼得嘶了一声。万万没想到，我是给你空间了，你开始给我装傻。要不是我有手段，这老婆就跑了。好好，你厉害。我翻身想起床去个厕所，刚进卫生间，许陆舟就跟进来了。你快出去。我不要，以后你去哪里我都得跟着。许陆舟，你特么神经病啊！你这个牲口！许陆舟蠢蠢有那个大病。我特么在家待了2天，一去花店，花都年了，气死爷了。